你能不能不要离开我？但是当我戴上婚戒的那一刻，我们之间就永远也没有可能了。先让我求求你。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程志远。一直以来，他总是自信从容，可此刻黑暗中的他，却显得那么悲伤绝望。也许，这才是真正的程志远。我终于明白，为什么他总能轻而易举地理解我的自卑与痛苦。 也许他和我都是身体内有一个战场的人，在这个战场上，希望和绝望同时绞杀着自己。是不是这就是他愿意帮助我的原因？可他的绝望是什么？希望又是什么？他给了我一条出路，谁能给他一条出路呢？ 小陈，晚安。晚安。最近备受关注的深思集团董事长兼 CEO 侯月珍因病休养，暂时无法处理公司日常业务，由独生子沈侯出任代理 CEO， 负责公司的日常运营管理。因为侯月珍得的什么病，何时康复，并没有人知道。而沈早饭点好了，趁热吃点吧。让机构投资者对公司的未来非常怀疑，引发深思集团股票跌停。林教授，这只股票的走势您认为如何？最近这只股票波动很大。 外人总觉得股票一直升是好事儿，可对庄家而言，股票一直升并不是什么好事儿。只要庄家清楚地知道公司的实际盈利，对未来的持续发展有信心，利用大跌可以回购股票。等利好消息公布的时候，股票大涨，适当抛出就可以使劲套现。沈欧妈妈的病。 应该不至于无法管理公司，他应该是对沈欧心怀愧疚，想用事业弥补儿子的爱情，所以才提早的全力交接。但他还是会在幕后继续辅助沈豪，保证公司的稳定运行。他的事儿跟我没关系。快吃东西吧，一会儿还得上班呢。 还有德国那边，他们觉得这批货和之前看到的设计图有一些出入。不过是袖口的印染区别而已。德国人出了名的严谨，有一点不一样他们就不能接受。现在他们拒签了，这么大批货已经到德国，损失有点太……我知道了。小陈总，一个顾客到咱北京分店闹事儿，说咱们有批童装被查出来荧光剂超标。那应对措施呢？ 消息正在往下压。喂，喂，你好，请问是深思集团的沈后沈总吗？我是商报的记者，听说深思的童装被查出荧光剂超标。作为国产龙头企业，你们准备如何向相信你们的消费者交代？你稍等一下，我知道了。喂，你好，请问是深思集团的沈总吗？我是财经周刊的记者，听说深思的童装被查出荧光剂超标。喂，您还在吗？晚点给你回复。沈总，沈总。 公司电话被打爆了，都是媒体和记者打来的。出去。您看我们该怎么办啊？我说了，出去，能不能让我一个人待会儿？
西呢？啊，没有，那个查个资料。蓝珠，起床啦？先睡一会儿。我去上班了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笑笑，对不起，婚礼那天，我所说的那些话都不是我的真心话，我已经失去理智了。没关系啊，是不是真心话，我都不会往心里去。我明明以前跟你保证过，我会变得更好，我会变得能让你依靠。可是我还是依然浑浑噩噩，不求上进。我知道，你对我是彻底失去信心了，所以你才会选择另外一个人，对不对？笑笑，你能不能不要离开我？世豪，不管我们之前发生过一些什么事儿，但是当我戴上婚戒的那一刻，我们之间就永远也没有可能了。小让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了。小小，我爱你。小小，我真的很爱你。他已经开始了他的新生活，就算曾有伤痛，他如今所得到的一切，一定可以让他遗忘掉所有的不快。在他的璀璨生活中，所有关于我的那些记忆，都会变得不值一提。而对我来说，从此以后，也许唯一知道他消息的渠道，
也只有财经新闻了。这就是我们该有的结局。醒了吗？醒了，我一会儿就起来。好。早。早。坐，来。孕妇啊，不能吃太油腻的东西啊。面包、牛奶、鸡蛋，又健康又营养。你的呢？我已经吃过了，起得早。好，你慢慢吃，我去收拾一下。谢谢啊。外卖，快递，没墨了，换一下墨。好的，饮水机去换一下。好。朱总好。这小沈总也够厉害的，刚上任几天，又调了个姑娘进来，这不跟当初那个严实吗？管好你自己的事儿。意大利那边回复了吗？啊，在我邮箱，我现在去发给你。哎，李辉。你说这事儿奇不奇怪？这程总跟小程这才刚结婚，就天天来上班。那乔总跟 Cindy 这几天都没来公司，他们去哪儿？这就说明你还是太年轻了。听我给你分析分析啊。陈总呢和咱们陈总夫人只是在给咱们树立企业文化，这叫做新婚不下火线。至于咱们的乔总和 Cindy 姐，那就更好理解了啊。你想啊，陈总结婚了，新娘不是 Cindy 姐，他是不是得伤心？他一伤心，那乔总的机会不就来了吗？乔总？对啊。你是说乔总对 Cindy 姐？那是当然了。我告诉你啊，我李辉虽然业务水平一般般，但是在这些事情上面的第六感，我在公司我排第二，没人敢排第一。哎，你别不信呐，真的。